蓝忘机再没有看薛洋一眼，慌乱地走向魏无羡，进了看到那人，只觉得心头一颤，连呼吸都痛得那般难受。魏无羡胸膛处鲜血淋漓，整个人是病态的清瘦和惨白。不过短短几日，他心心念念小心呵护的人竟是被折磨成这般模样，痛极了也恨极了，捏紧的手心几乎被指甲陷了进去，可丝毫不觉疼痛。呼唤他名字的生理是说不出的沉重与心疼，可还未拥抱住这人，好好细看他伤口，带了怨气的招式就猛地袭来。蓝忘机险险躲过的同时，这才发觉不对，那双眸里只有猩红和虐杀，丝毫没有一点自己熟悉的眼神。一种可怕的想法油然间萌生，只是一瞬身体便颤抖得不像话。哈哈哈哈哈，疯子都是疯子！薛洋凄厉阴森的笑声在喘嗨中一阵又一阵的回荡在洞内，直让蓝忘机心里发凉。他死死盯着眼前的人，却是狠力的一挥臂尘，那让自己难受的声便慢慢弱了下去，可也心甘情愿的被魏无羡紧捏住脖颈。他怕自己不小心伤了这人，疼痛和窒息慢慢涌了上来。他却是深情又温柔的看着这日思夜想、刻入心里的面容，手慢慢抚了上去，轻柔如同往日。魏婴，对不起，是我不好，我来晚了，我们回家好不好？回家。脖颈处的手慢慢的松开，蓝忘机轻嗨几声的同时，还以为这人是清醒了过来，不想他却几分迷茫的转身便走，口中似是在呢喃着什么，顾不得什么，直直的便起身，心疼之余还是往那瘦削的肩上一劈，接住那软倒下来的身体。蓝忘机几乎所有的灵力都往他身体内输去，随后便往云深赶去，也吩咐了后面跟来的弟子一并带走薛洋。再一次他又没保护好这人，那日他原就不该和江城动手，好好待在这人身边守着护着的，这些天他几乎都疯了，若不是自己的贴身之日留在那人身上，可感知踪迹，都不知该如何找到他，可却也耽误了多日，无端让这人承受这些非人的折磨，他又恨又疼，每看这人一眼，就足够让自己痛不欲生，恨不得都是自己来承受一切。那怨气霸道却也同从前这人修炼鬼道时那般一边侵蚀一边又护住自己宿主心脉，也算是另一种机缘。只要不动用怨气，身体可慢慢温养恢复。棘手的是这一次不是魏无羡掌控他们，而是他们充当了这具身体的主人，只会让他越发的失血凶狠。里面心性，倘若真的没有办法，只能把他关起来，不然只会酿成大祸。知道这人情况不容乐观，可是真的亲耳听见这样的消息，蓝忘机整个人如同坠入冰窖一般，冷得不像话。他不会也不许任何人将这人关起来，再一次的伤害他，只是日日夜夜的又开始出入藏书阁，入魂者成则反归，不成则同坠。不过禁书一眼，蓝忘机却如获新生一般，迫切的想要付诸行动。连续几日的查找翻看，让他几分狼狈和疲倦，却也欣喜至极。可此法惊险，一旦开启，若是强行退出，轻者修为尽毁，重者则可危及生命。且若是不能成功将人唤出，将会永远留魂于此，不得苏醒，或是同坠魔。知道他下定决心如此，弟子们不敢阻拦，只能急忙告知长老。又惊动闭关的蓝启仁和蓝曦臣，急忙出关。蓝忘机，你可知若是不成，会是何种后果？蓝启仁似气急败坏又痛心疾首的指着他，他不敢想象若是真的不成，那该如何？忘机，此事确实冲动了。叔父，兄长，你们……蓝忘机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不过刚吩咐了蓝家世语，以防此事不成，谁知竟惊动自家叔父和兄长，也确实是他考虑欠佳。这般重要之事，你竟是自己便做了决定，可还顾及整个蓝家几分？叔父，兄长，我意已决，等他好了，我自会领罚。若是不成呢，那便请叔父动手，不留患于世。魏婴同我，只求无愧于心。说罢，蓝忘机轻握了魏无羡的手，心下安然的看着他。若是真的入了魔，这人又怎会留于世间？他的魏婴不会怪他，而他永远都不会丢下他。生或死，只愿同行。蓝忘机，这是第一次他听见自家叔父这般愤恨的吼骂声，完全没有一点蓝家长辈该有的风范雅正，却也是只如同亲人一般痛心的骂他，心里一阵的愧疚。可是他再也输不起了，若是天意真的如此，那若是同这人一起，
也无怨无悔。可蓝启仁和蓝曦臣最终还是接受了自家人的倔脾气，又怎会不知道都是命。在蓝忘机感谢的示意中，还是强迫自己静下心来为两人护法。术法一开启，蓝忘机便如同被抽出魂魄一般，直直的进入魏无羡的识海里。里面一片的浑浊，黑暗又压抑，风吹过都带着厉鬼的嘶吼一般，水滴落在地的声也显得甚是阴森恐怖。他迫不及待的想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只要能带着人走出来就好了。蓝忘机越走越是熟悉，直到听见嘶吼的屠戮玄武发出的声响，才知晓是在玄武洞内。越走他越是几分急迫，黑暗中恍若听见几声欢笑，他才顺着笑声走近。烧起的火下，他这才看见那人与之前的自己坐在一起，口中不知道说些什么，高兴极了，那般肆意的笑容一时让人迷了眼。只是身边冷着脸的自己，不免几分化了现下的好心情。他有些急迫的走过去，想解释清楚一切，带走这人，可近了才发现，他们根本看不见自己。蓝忘机急了，连续尝试几番都是如此，他就是连这人半分一角也抓不住，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人继续着一切，依旧是那时情景那时的对话。不同的是，两人合力杀了屠戮玄武之时，这人把阴铁也带了出来。他看见那阴铁周身的怨气全部进了这人身体，失控中他的手穿透了自己的身体。蓝湛清醒过来的人撕心裂肺的嘶吼着，不可置信又疯魔一般把鲜血淋漓的自己搂在怀里。他猩红着眼一遍又一遍的呼唤着，可那个死透了的自己却只是随着他的摇动而晃动着，软塌塌的躺在他怀里。我杀了谁？蓝湛，我怎么会杀了蓝湛？魏无羡，你该死，你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滚开滚开，别碰他，别碰他啊！魏无羡眼中猩红一片，依旧紧紧抱着识海中无了声息的自己。他似乎被什么魔怔住似的，口中胡乱的叫吼着。蓝忘机看得心里直发颤，一次又一次的冲过去，哪怕抱不住，哪怕知道这不是真的，依旧想要紧紧抱住他，告诉这人自己在这里。魏婴，不是真的，都不是真的，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再一次穿过魏无羡的身体，蓝忘机越发的着急，他害怕魏无羡在自己识海里越陷越深，害怕不能唤醒这人，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丝毫办法也无。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不该拿他的，不该拿他的。蓝湛在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后，魏无羡嘶吼过后的冷静却是更令人胆颤，几乎每一个举动都让不能接触他的蓝忘机连呼吸都不敢过于沉重。他把自己外衫脱了下来铺在地上，然后轻柔的将识海中被他杀了的蓝忘机放上去，慢慢平躺着。他眼中温柔的盯了躺着的人几分后，便撕下自己干净的里衣一角，没有用壶里被屠戮玄武生活过的，在他看来是脏的水，而是一滴一滴的去接洞内石壁上滴落的自然水，大抵还是觉得脏。他把撕下来的衣服使劲的搓揉，直到觉得几分干净了，这才颤颤巍巍走向蓝忘机。